我无意中在油管上看到一位华裔博主讲关于中国大陆人缺乏礼仪的话题。他谈到中国游客的各种不文明行为名声在外，大声喧哗、吐痰、插队、不冲马桶，也讲到中国学校不教学生如何尊重别人，只注重成绩。中国人缺乏同理心，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总认为自己是对的，随意评判别人。这位博主本身是大陆人，20岁去英国留学了3年，之后来美国已经生活了15年。他是脱口秀演员，英语口语水平确实非常好，看得出来性格也非常外向直率。这则视频引得共鸣，爆火了之后，他又接连发布了几则，继续讲这个话题。我看了之后，觉得他指出的事实和分析总体来说是对的，很有道理。只不过作为来自大陆的我，感情上就会难消化一些。如果他用一种脱口秀的方式来委婉地谈这个话题，也许可以缓解一些紧绷感。但他在视频中却是正襟危坐的，用比较严肃的形式来讲的，气氛就僵硬一些。不过我并不想过多评论那位博主本人，而想谈谈他说的关于中国大陆人缺乏礼仪和尊重这个话题。我想说，他所说的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确实存在，尤其是旅行团一大群人出行的时候，很容易人来疯。如果2-3个人自由出行，往往会谨小慎微很多。然而中国游客外语水平普遍不高，跟团游居多，由于周围都是自己人，胆子就会变大，顾忌就会变少，不文明行为出现的概率就会增加。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在大声说话、随口吐痰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心理负担的，因为他们习惯了。人往往会不断合理化自己的习惯，到最后甚至可以做得理直气壮。他们那一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极低，又是经历过沧桑巨变的一代，他们的一些思想观念是没办法套用平稳发展的文明社会的逻辑的。社会变化太大了，他们的素质理念没有办法跟上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别提与国际接轨了。我自己出了国，才发现原来打喷嚏的时候，老美都是拿胳膊肘挡住，并且还会说声抱歉。周围老美连说话干咳一声都要说声抱歉。要从别人身边经过时，即使根本不会碰到，都一定会说借过一下。我就觉得这也太客气了。在中国，通常挨着人就挤过去了，因为人挤人的情况太常见了。中国现在的高楼大厦基本上都是近30年盖的，在我们父母那辈小时候，可能水泥马路都没有，田间地头随口吐痰再正常不过了。那个年代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纸巾，能吃口饱饭就好了，谈什么卫生习惯？举个我爸的例子，他出生于50年代，是个会随地吐痰的人。我妈说了他几十年，他也改不掉。我们家在上海郊区，90年代初装的抽水马桶，在整个中国来看是属于比较早的。但他在家时还是会把痰吐到窗外草地上，根本没有要吐到马桶里的意识，甚至也不愿意吐到洗手池里冲掉，导致我从来不踩到我家周围的草地上。他会说，痰不吐外面吐哪里？一下雨不就没了吗？我爸有很多优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还承担做饭的重任。我想大概世界上就是没有完美的人，人总是要有点坏习惯的吧。我内心是非常讨厌随地吐痰的人的。我深深地记得小时候在公交车站等车时，满地的痰迹。在街上走路时，我也必须要非常小心，避免踩到它们。当时的我就已经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什么不文明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一片净土都没有？我爸妈第一次要来美国探亲的时候，我对我爸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不要在机场随地吐痰，
要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他没有随身携带纸巾的习惯，我苦口婆心反复强调，你要带好纸巾，万一要吐痰马上掏出来。我为了他能重视这个问题，我还对他说，你要是吐地上是违法的，要负法律责任的。把爸妈接回我家后，我还特地向他确认，没有随地吐痰吧？我爸说绝对没有，他都照我说的做了。我爸住在我家时，我发现他会在前后院草地上吐痰，我就跟他说，这些草地我都是要踩上去的，你不要吐在上面。我爸还是那句话，有什么关系，一下雨就没了。有时候他吐进洗手池的洞里，但又不用水冲下去，或者不用纸巾直接吐进垃圾桶，我就很无语。后来我强烈要求他吐进马桶里冲掉。我妈也在旁边替我说话，意思是我爸不该住在孩子家里做被孩子嫌弃的事情。我爸这才真的做到了每次吐到马桶里冲掉。我有时也会想，在这些生活习惯上的事情，要求父母做出改变，是不是会显得我很不孝？即使是希望他们往好的方向改变，我内心还是会感到愧疚。我爸年轻时还有个坏习惯，是坐公交车会抢座位。我自己可能会上了车快速找个座位坐下，但不会不顾形象地用一种抢的姿态。我爸就会抢，一种谁不抢谁吃亏的心态。其实我也能理解，绝大部分乘客都会抢座位，因为一旦坐不到座位，就要在拥挤的车厢中站得非常辛苦。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人如果要讲礼仪、讲文明、讲秩序，出淤泥而不染，就需要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那需要更高的道德境界，没几个人能达到。虽说中国人确实有许多普遍性的坏习惯，但是我感觉还是一代比一代人在好起来。我这辈身边就没有随地扔垃圾、随口吐痰的同学朋友。记得小学的时候，每个同学都把7不规范牢牢记在心中，对不遵守的人内心是充满鄙视的。小学生们不仅不会乱扔垃圾，而且看到地上的垃圾会主动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并以这种行为而自豪。学校对文明素质、道德规范的教育是比较到位的。我自己感到，我们这代人文明素质的底子还是可以的，并且心态更开放，愿意学习先进的理念，听得进批评，愿意不断改进自己的言行举止，所以我对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关于中国游客很自大的说法，那位博主说，大陆游客趾高气扬的背后是害怕自己被轻视。我基本同意他的心理分析。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贫穷落后就要受欺负。随着经济的超快速发展，一部分人短时间内富了起来，心态很容易发生变化。金钱给他们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有钱就是大爷，居高临下的感觉实在太爽了，使他们主动忽略了人与人是平等的理念。大陆人并不是只在国外旅游时才这样，在国内也是如此。许多人会对商店销售员吆五喝六，对餐厅服务员大呼小叫，对所有给他提供服务的人吹毛求疵。金钱就是他们的底气，我觉得还是因为他们钱来得太快，思想没有跟上，格局小，没有打开。那位博主还谈到，中国的学校只追求成绩，不教学生如何尊重别人。他举的例子是，他上学时，老师会毫不客气地把成绩排名都公布出来，成绩差的学生会被当众批评，成绩好的学生才配得到尊重。我和那位博主年龄相仿，我知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不过现如今，许多学校都不会公布成绩排名了，教师的素质也提高了很多。我们当年，有的老师会污言秽语骂人，有的还会体罚学生，现在基本不会有这种情况了。追求成绩还是有的，毕竟关系到老师的奖金、学校的名誉等，但对成绩不好的学生，比过去得到更多善待。
总的来说，中国大陆人确实有很多缺点，但是我想说，哪儿的人都存在比较突出的缺点。中国人只是突然短时间内大量的人走出国门，使得这些缺点引起了注意。我并不是要比烂，但是说的难听点，如果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突然大量出国旅游，不见得就会比中国人做得更好。中国这30年的发展太迅速了，这一代人不少都经历了从小时候光着脚丫吃不饱饭，到站对风口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文明素养短时间内没有跟上，或者价值观产生了偏离。我相信，只要中国持续保持开放，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因为不甘人后的同伴压力，还是受各种文化影响后的自我觉醒，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人的文明意识一定会持续提高。